首先我们晚上好。对，首先用一个白色1、2啊，白色为2，三绿为1，我的正常调色。正常调色啊。1滴金末4勺水啊，1滴的金末。1滴金末4勺水。1滴金末4勺水啊，毛笔把它搅拌搅拌，毛笔把它搅拌化开。有些绿的浮在上面，把它搅开啊，搅散，把它搅散啊。轻轻的搅。墨子姐姐帮我分享一下直播啊，帮我分享一下到群里好吗？谢谢。你看，把它充分的搅匀啊，搅匀，有点呈浅浅的淡绿色即可啊，就是基础款花头啊，晚上是基础的。对，昨天晚上不是还有人说太难了吗？我就再简单一点，再降低一个难度。但是这个配色比较好看啊，配色比较好看而已。对，虽然花头简单，但是我们的配色要去调整一下。天哪，这2天都没有空讲作业了，我的妈呀！三绿啊，我写上去，别急，写在上面。太白加3绿啊。调出来这个颜色，浅浅的微微发绿啊。没有，那个群已经满了，少明姐姐已经满了，我一会儿再去建几个，别急，满了，他不是不让进，是太满了，已经满群了啊。我回头再去建几个群，好吧？啊，太满了。太白3绿啊，有7、8个群全都满了。然后我们调点什么呀？啊？来，啥情绪？没有啊。对，我就说群有点满了，只有16个人的群啊？没有啊？没有16个人的群，他应该是叫16群吧？他应该是叫16群吧？他名字叫16群还是怎么回事？没有。交叉呢？然后咱们16个在线啊，这是一个交叉，都是比较满，我回头再建几个，挤不出来了。这交叉啊，蘸点交叉，知道吧？在底色里边咱们挤点交叉。底色里边咱们蘸点交叉。交叉好，可以啊。那我一会儿看一下，我再建几个，沾一点这个交叉呢，基本上占到整个毛笔的多少？赭石或者胭脂都可以啊，赭石或者胭脂都可代替，赭石或者胭脂都可以代替。你看。这个交叉占到整个毛笔的2/3即可，慢慢的调啊，慢慢的调。2/3的交叉啊，叫什么？2/3的交叉。谢谢萤火虫。看一下，试一下色。这样的你整一个
花瓣呀不会过绿啊，不会特别的绿，明白没有？太白3绿蘸焦茶啊，你来了，我看到你来了，对，看到消息了，太白3绿蘸焦茶啊，然后一点点三青，这是三青啊。就虽然呢这个花头是比较简单的，但是呢我们的配色要配得漂亮啊。焦茶，然后是三青。啊，三青我们少加一点啊。没有焦茶用赭石啊，用赭石。没有就用赭石代替啊。三青蘸一点点。好，你看，对吧？这样一个底色，你看啊，这种很透亮的感觉就有了，是不是？这三青，然后蘸入我们的紫色。淡牡丹很喜欢，谁说今天是淡牡丹？今天不淡啊，不淡的，淡的话大家就学不来了。三青，蘸一点紫色，啊，调成紫色，紫色加入1/2啊，家人们，加多一点，不淡啊，不淡的。不是昨天晚上，换一个简单，昨晚上这个有点难啊，蘸一下紫色。好，你看，加入紫色以后，看看效果啊。喜欢这个色吗？这个紫色会特别的透亮啊，这是三青啊，加上紫色啊，会很漂亮的一个淡紫色。紫色啊，几点开播？刚开播，然后加入点胭脂。喜欢啊，然后蘸一点点，因为这样调出来紫色不会特别冲。不会很冲，家人们啊，所以调色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东西。蘸一下紫色会很透亮，笔尖来一点点的胭脂啊，一点点的胭脂。好，OK 啊，哎，晚上好，底色是太白和三绿啊。这就是我们一溜的配色，可以截个图啊，可以截一个图，这是一溜的配色，请截个图吧。对，截一个图，截完图打个1，谢谢。对，截完图打个1，好吧？好。好 ，OK。画纸啊，画纸是链接4啊，链接4好吗？链接4啊，链接4。最后面这是胭脂，是胭脂啊。好，家人们，那我们开始啊。今天晚上教大家画一朵我们简单的包菜型花头啊，画一个基础款，我给你们找个基础款的花头，好吧？给你们找一张基础款的花头，我们放在上面做示范。对，我们今天晚上呢讲这一款花头好不好？要不要讲这个呀？对，我们讲这一款花头好不好？这一款花头呀特别的简单啊，胭脂那你加多了呗。对，我们讲这个花头好不好？啊，你加多了呗。哎，好，那么请看这一款花头呢要怎么讲？其实我们很多主播姐姐们都在讲这个花头啊，来我们看一下。对，老师给大家再精讲一下啊。这款花头呢啊，主要使用的方法呀是我们的填空法啊，填空法。对，我们主要使用的方式，你看，首先调白色和三绿，啊，
它主要是采用的是一个填空法。谢谢。交叉基本占满一次就够了，底色加一次就够了。三绿三青三青也是一样，底色加一次就够了。紫色和胭脂需要经常再补，明白了吗？紫色和胭脂需要常补常补。为了你们看的比较清晰，我把颜色加深一点，颜色加的紫一点对，是的。好，沾点胭脂。OK。首先我们来练习一下我们单个花瓣的画法，这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。一般情况下，这种花头，比如说你需要朝一侧斜的时候，看单瓣的如何表达你看毛笔侧过来侧过来，你看边点边拉往上推，你看滚过来，笔尖提起来，看见没有？边点边拉，毛笔侧过来，轻轻的。注意这个过程是毛笔全躺而后提起的过程，全躺而后提起的过程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然后呢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加一个小瓣，特别小，从外面回来一瓣，点回来一瓣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从下面你看留一缺口，你看边点边拉往上再走一瓣。看到没有？是不是一个小花瓣就出来了？边点边走，走出一个瓣你看，是不是就有了？不着急，我们再来，对不对？这样能看明白吗？这是一个左侧的花瓣左侧的花瓣。我们要求呢下笔要轻下笔要轻要求下笔要轻。如果你过分用力，那肯定就对3笔。对，一般情况下为3笔，当然你要4笔5笔也可以也可以，对不对？4笔5笔也行，对不对？你要画4笔5笔，那大家的自由是吧？好，我们继续的，你看这样一个单瓣是不是出来了？它是一个朝左侧的翻瓣。那一般情况下还有什么呀？正瓣立起来你看这种情况，笔尖你看往上提，笔躺下。好，歪过来，你看，慢慢的，你看能拉多长时间？你看笔尖往上拖着，你看提起来，往下能拖多长是多长是多长，对吧？那点一个小尖，点一个小尖，注意了，从左边回去一半，对吧？好，从右边低一点，你看比较矮的地方，你看点回过来，带个小勾，是不是又一小花瓣出来啦？这样能理解吗，家人们？是不是又一个花瓣出来了？就是你要往左或者往右，咱们都可以。先画中间，再补两边先画中间，再补两边。你看这样是不是一个合在一起的花瓣就有了？看一看一片对，一半一半。这是一半一个瓣不是一片一个瓣。好，沾点胭脂，很好理解然后你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朝右的，朝上的。咱们来个朝左的你看，朝左的时候，你看咱也是一样，朝这儿，你看，先奠定方向，确定方向，然后提高一点，你看，边提，你看，笔尖提起来，对吧？好。点一下，那回一下，中间就给它带一小尖回一下，带一个小尖花瓣太多我学不来，那你画花瓣少了，它一定不好看。画那种单层的，它一定不美。是不是出来了？看见了吗？这样一个朝左、朝右。左右、朝右、朝左、朝上的花瓣是不是出来了？能够听懂的，请给主播打一波1。对，能够听懂的，请给主播刷一波1。很好。好，我们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什么
很少啊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啊。那大家的记忆有多长时间，就取决于大家自己啊，好吧？来，你看，是不是上下左右啊，就都出来了？对，然后你看，还有一些花瓣，一般情况下往下画的花瓣都比较少，都比较的少。那好，我们来一个，你看合瓣啊，你看点，你看啊，你看往上拉，哎，拉过去，你看。看到没有？平拉就好，平拉就好。你看啊，这个下面是不是啊？平拉就好。全指笔触才漂亮。我没听懂啥叫全指笔触啊？对，就全指笔触，没有听懂啥叫全指笔触啊？蘸一下这个啊，交叉，蘸一下交叉，我没听懂啊。蘸一下紫色。然后沾一点胭脂，你看，这个花瓣是往上翻，往上翻。你看啊，另外一边也是，你看点一下，你看，哎，躺下啊，你看，哎，过去，盖起来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呢，是不是两个花瓣就出来了？看见没有啊？晚上好，是不是这样一个小花瓣就有了？一共分，你看1步、2步、3步、4步、5步就 OK 了，能看清楚吗？是不是出来了？对不对？简单吗？能够听懂你自己打1啊，刷赞刷起来。主要是今天的配色配的还可以啊，比较鬼才配的。蘸一下我们的焦茶，蘸一下我们的玫瑰，蘸一下我们的三青。蘸一下我们的紫色，笔尖多加一点胭脂，看到没有？胭脂加的比较深啊，胭脂加的比较深，这次多加一点。我们现在画什么，家人们？画里边这一层啊，画这一层。这一层有2种画法。第一，你看我直接从这边，你看啊，点提起来，你看，1、2，盖大一点，3。看懂了吗？从外面盖进来啊，下面给它把洞口停住，这样能听懂吗，家人们啊？把这个小洞口给填起来啊，听懂给主播打波1就行。形状不好呀，这个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画出是什么形状，我不是很清楚哎，对我不是很清楚你画出来什么形状，就可能你觉得不好看的东西，可能挺好看的呢。对，你画什么形状我没看到，主要是，所以我不好下结论。好，蘸点胭脂啊，蘸点胭脂。可能，你看是不是单瓣就出来了？你这说的我没听懂呢，你这个一下说那个什么，一下说那个啥，一下又这个我没有听懂啊，你说清楚一点。然后你看是不是很多轮廓呀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哎，合住，点，你看，哎，1下、2下，是不是就合起来了，家人们？啊，慢慢的把它合起来，你看，点一下，合住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书香王子是吧？啊，哎，好，你看是不是合住了？剩下的也简单啊，也简单，你看，点一下，然后呢，把它整一个合起来，你看。是不是合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点一下，划过来，盖起来，明白了吗？是不是就给它合起来了？这样能听明白吗？我画的很慢，蘸一点紫色，对，蘸一点胭脂啊，蘸点胭脂，多蘸点胭脂啊。你看。把周边的小空空都合在一起，哎，点一下，按一下，合起来，是不是就都出来啦？看见了吗？是不是一笔笔就加出来？你看往上面再补一下啊，你看，是不是一个小小的小花头就出现了？能够听懂的啊，这一层听懂了，打一波1啊，画不出这样，那你学呀，对啊。对，你学一下就行啊，
那这个总有个过程的呀，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能直接画出来的，没有什么是大家随便就能画出来的啊。截个图，然后你看毛笔里边我蘸啥呀？胭脂我多蘸一点，看见了没有？蘸到笔尖儿，蘸笔尖儿啊，蘸笔尖儿，对吧？然后你看用笔尖的胭脂在这干嘛？填个洞。填洞你会填吧，家人们？会不会填？这样会不会？你看我教你们填填洞，这样会填吗？深轩嘉轩啊，嘉轩啊，王子啊，是嘉轩，看见没有？把小洞洞填起来，这样会填吗，家人们？没有毛病吧？我不让你们切，我让你填，这样会填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剩下这些大空缺的地方，你看点，你看按一下，1、2，是不是滑板又上去了？对吧？好，再蘸一点焦茶3青紫色，再蘸一点胭脂，对，是加厚的。你看这儿啊，你看，点一下，哎，横过来一个小瓣，对吧？再蘸点胭脂，你看，点一下给它干嘛？盖过来。这个花瓣不就有了吗？这个简单的花心学会了吗？这个简单的花心切法你学会了没有？就把它填填洞，对吧？是不是就填出来啦？因为每个人填的洞都是不一样大的，它都是不一样大。学会了打波1，谢谢。学会了给主播打一波1，谢谢。按照我这个层次去填就很好啊，去填就很好。好，非常棒。这是一个简单的花心画法。那么外面的包裹瓣怎么画？毛笔蘸一下我们的白颜料，蘸一点焦茶，蘸一点3青，蘸一点紫色，一点点的胭脂。把这个笔呀，你看啊，你看给它放过来，一下，看见了吗？一下，慢慢的加，2下，看见了吗？再来，你多加几个瓣完全没有问题啊，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你看这儿，按一下，你看慢慢的，你看，只要你的毛笔里，是吧？只要你的毛笔里有金墨，它就是不阴的，懂了吗？只要毛笔里加了金墨，它是不会阴开的啊。是不是出来了？就我直播吗？好的，蘸一点焦茶，没休息是吧？好的，蘸一下紫色。我收到后台看到，本来我也休息的，我今天还上课呢，但是我看到后台私信了啊，后台消息了，你看这里所有的空缺，你看啊，把毛笔横过来，一下。2下，看到没有？盖进来啊！你看，是不是把这个小瓣儿给它压住就行？明白了吗？啊，对，啊，把这个小瓣儿压起来啊！对，我这个可不敢跟大师去那啥，对，不跟大师去蹭热度。蘸一下紫色，我就把我自己的课上好就行。蘸点胭脂，我把自己的课上好就可以了。你看，是有花瓣出来了。你看这里啊，你看，哎，按一下，笔尖朝外，你看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小花瓣是不是就出来了？看到没有啊？是什么颜色呀？管理员一会儿给大家啊。昨晚。对，今天这个画的就很简单，配色在这里啊，你截个图吧，那个姐姐啊，对，配色你截个图，配色请你截个图吧，啊，对，配色截一个图，这个就是配色，能截到图吗？截完图你打个1吧，好吧，就是一溜一溜的，我把色给你们放在上面，截完图打波1啊，好了吗？哎，还早呢啊，我把这个播好就行。啊，以后不用你以后了，播好就行，每一场直播课上好就行。你看这样一个花瓣就出现了啊，就出现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这样
包裹在一起就好了，这样能理解吗？一个简单的花心合住了啊，合住了。然后我们笔蘸点3绿啊，蘸一点这个焦茶，蘸一点焦茶。我今天晚上多教大家画几个花头，好不好？这种简单的包菜的花头，喜欢吗？还没截屏，我花头没画完呢。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紫色，对，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胭脂。等我画完吧。我就把这个教学每一场给你们做好就行。你看花瓣呢是往上走的啊，那么刚播，那么我们下面这一块花瓣可以多画一点啊，多画一点，画圆一点就行。你看啊，这些地方你看给它点一点啊，点一点，整一块给它画圆了，画圆了，对不对？把花瓣给它托着包着，你看多包几个瓣，你看对吧？你把花瓣给它多包几个啊，就是如果你不想包了也没事儿，你不想包了也没关系，好吧？如果你真的不想包，那也没事儿，也没关系啊。是上面的用色拉下来吗？这个吗？这样能看见吗？那你快点吧这个你看见了吗？能看见啊？能看见吗？好了啊，好，我们接着画，应该很快吧，就一敲的事情。然后你看咱们这一个花头啊，一定要把它整一个托起来啊。那你看这个花瓣是不是多出来了？你就咱们来找空缺啊，来找空缺。这个地方有个空，你看给它盖起来，对吧？给它盖起来。你看，那基本上我们这个花头就完成了。基本上呀，这个花头我们就完成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看这个地方有个缺口没有？我做个标记，1个缺口，2个缺口，3个缺口，4个缺口，是不是出现4个缺口了？看见了没有？能够听懂打波1，是不是出现4个缺口了？是不是出现4个缺口？好，咱们顺着缺口的地方，你看这是我们的焦茶，完成了，来晚了，没事，我多画几个，蘸一点焦茶，蘸一点我们的3青，蘸一点紫色，赭石或者是胭脂代替，紫色蘸点胭脂啊。OK， 你看这个地方呀，这儿我留了个缺口，你看啊，笔尖点一下，中间留个空，你看啊，笔这样侧过来1半，2半，看见了吗？是不是留一个缺口？这个地方留一个大豁口啊，能听懂吗？没有，对，没教上用胭脂啊，听懂了吗？带一个大豁口，中间要留空啊。下面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，你看，点啊，然后呢按过来1半，点一下，好，合起来。中间是不是也留了个豁口啊，家人们？中间是不是咱们也留了个豁口？看见了吗？是不是留个豁口？对，我这样讲应该都好理解。有的人就问我为啥不阴？我的底色里边加了一滴金色的墨水。对，类似于有点像对茶叶有点像。蘸一下紫色，有点像哦。蘸一下胭脂。好，你看是不是都留有缺口？你看我是在这儿啊，你看，点1下2下。提高，是不是多留有缺口啊？那个积墨真的不阴啊，加了积墨之后，整一个它就不阴了，明白了吗？你看是不是缺口都出来了，家人们？能够听懂的啊就打1，积墨超好用，不信你们试一试，绝对不阴，绝对会，只要是生宣用了积墨，绝对一点不阴。花头是一会儿让管理员给你共享一下配色，好吧？别急啊，别急。用了积墨绝对不会阴，你试一试就知道了，绝对好用。所以我每一次都加的积墨。好久没听课，我还刚刚看你给我发消息呢。对，积墨怎么加？加1滴就行，在链接1里边绝对超好用，这个不忽悠你们。
你看这边缺口处给它盖起来一半，你看我那么湿都不阴，都水都浮上去都不阴，发现没有？你看每一个小缺口给它盖住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小缺口加一滴就行了啊，加一滴就好了。你看每一个小缺口给它盖住，家人们知道吗？为啥呀？什么是筋膜呀？去看一下链接啊，看一下链接好吗？啊，有链接里边有哦。你看是不是都花瓣就出来？有，在这儿，家人们，在这儿啊，你看是不是花瓣就圈出来了？加多了拉不出刷，对，加一滴就够，加到底色里边，按照老师的配色加一滴就够了。按照我的配色，4勺水加1滴浸沫，4勺清水只加1滴浸沫啊！你不要加很多，加很多拉不开了啊，很干。你看，然后缺口处你看啊，点，你看，哎，花瓣再拉大1下、2下。你加多了是吧？那个谁啊，加到底色里边，你看是不是缺口都出来了？家人们看见了吗？是不是每画一次都会增加出一个缺口？就是你注意了啊，所有的豁口处都加，你看这个地方啊，1半、2半啊，你看合住，对吧？不，筋膜只是可以防止你们不阴而已，它可以防止不阴水。1滴筋膜可以让你的花瓣不阴水，明白了吗？它不是要金黄花，这就是加筋膜的，它可以不阴水而已。它的一个品质，它品质比较好，就不阴水。然后你看，把毛笔的笔尖对着里边，对，不要加多，1滴就够。你看，给它盖起来，看到没有？有小瓶儿，就是有小瓶儿的，是不是1滴就好了？你看这儿。大瓶也可以用啊，可以写字儿的啊。你看，1半盖起来，看见没有？花瓣一层一层的出来了，看见了吗？对啊，可以提亮，蘸点焦茶，3绿蘸点紫，3青蘸点紫色，蘸点胭脂。怎么把整一个花头的，你看盖起来？1、2。学会了没有？这样一个简单的大包菜就完成了，对吧？立刻漂亮啊，很好，好用的啊，虚的。OK， 你看，这样一个简单的包菜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加到底色里边，你不要急，我看你那个浪淘沙一直好着急，你加进底色里边，啊，包菜厂家好用吗？这样一个包菜就有了。听懂的给主播打个1啊，给主播打个1。没有听懂，你给我刷一波，大家给主播刷波小心心，我再教你们画一遍好吗？对，没有听懂，你给我刷一波小心心，我再教你一遍哦，好不好啊？对，不要急啊，你不要去着急。对，没有听懂，你给我大家刷，有小心心的，有小心心刷一波，那我就再讲一遍喽。没有听懂的，我就再讲一遍啊，这个还复杂，那就牡丹花叫包菜吗？没有，它的花型有包菜花型，就花型是多种多样的啊，就像这种，对，这个花型呢就是包菜花型啊，这个就是包菜花型。这个呢是塔式花型啊，塔式花型。这个呢是绣球花型，绣球花型。这个叫皇冠花型啊，那个叫做皇冠花型啊。肯定啊，就跟我们人一样有侧脸啊，就是跟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太阳花型，太阳花型啊。这个呢是魏子啊，这个是魏子啊。就只是说你喜欢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。只是说你喜欢的东西啊，咱们是不同的啊，不同的。我不画那种10几笔的，不画的，那种10几笔我不画的，好，我们简单的啊，画一个小花头，10几笔我是不画的，那个东西就画的不是个东西了，已经，那个不画。好，我们继续的。
对，包它就是基础款。蘸一下白色的十几笔，那个东西不能称之为在画牡丹，因为你画十几笔，你可以跟他说是任何一件东西，你可以说它是芍药，你也可以说它是，你也可以跟他说是那个芙蓉啊，都可以。所以没有一个特别具象的东西啊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太白三绿。想看上面那个花头是吗？是不是想看这个呀？想看这个啊？那好的，我教你们画这个。就是你加完金墨，这花头会这样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看不清，有点发光，有点发光。好，首先我们蘸点焦茶啊，蘸点焦茶，蘸一点焦茶。对，是的，对，注重点是13笔，它不是说花长一个样，它是画什么都一个样，对，它画什么都是那样，对。好，蘸一下紫色，还画刚才这个色啊，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三青，对，对，蘸一下三青，蘸一下我们的紫色。我除了有时候上课的时候废话有点多，就喜欢跟大家聊，但是我讲课还是比较正经的，蘸一点紫色啊，蘸一点紫色，中间很少插播广告，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，上课还是比较正经的。好。看好啦，我们现在呢，家人说喜欢那个花头啊，好，那个花头你看我的用笔啊，看我的用笔。首先我们画一个圆形的，画一个圆形的啊，就是你要确定大小，你不能画得很大，画大你就收不住了。所以说我们先手笔一笔画一个圆形，然后你看啊，看我的第一个用笔，毛笔我一般都是侧边开始走，你看点一躺全躺下之后，你看毛笔侧锋向上走。看到没有？落笔很轻很轻很轻啊，是不是下笔很轻啊？然后你看，哎，点一下之后再朝外回一下，你看，哎，看到没有？下笔很轻哦。然后这边你看啊，点一下，回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你落笔比较轻，你不要很重很重啊，太重的话落出来就不好看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单瓣。啊，这是朝，对你们直播间任何一个你但凡能够听懂的，你给主播呀打1，帮我滚动屏幕，都是对我的支持啊。你看单瓣出来了吧？然后呀，如果说你这个花头现在我要改变朝向了，我想往上画，那我中间可以留一个空位，你看中间留一个空位可以塞花瓣，可以留一小空塞一个花瓣。那你看啊，点一下，好，哎，你看侧瓣过来。哎，轻轻的啊，轻轻的，你看，下笔轻一点，你看，轻一点，我还能再划一笔呢，你看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谢谢，我轻一点，我还能再划一笔，你看我朝这儿，对不对？发现了吗？我轻一点，我可以画2笔，发现了吗？听懂打个1啊，听懂打个1。如果你太重的话，你就一笔就下去就干了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有的人说啊，老师我一画就干？你要看看你是怎么折磨你的笔的哦。对，看看你怎么折磨你的笔的，你那么用力下，它肯定得干啊，什么不干啊？海绵都挤得没水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，然后我如果想在这个地方啊，我想在这个地方再叠一个瓣，小意思，留点空好吗？留点空。好，顺道教你们画一个什么呀？侧瓣，你看，点，好，弯过来，一下。笔尖轻轻的点一点啊，没事，我给你们记到课里去了啊。哎，一瓣，是不是2个瓣瓣？好，在这儿加一个小瓣合回来，是吧？一个小瓣，你看现在是不是分开了？2个空位是不是分开了？家人们看见了吗？是不是分开了啊？2宝准备画1周，要的，是不是分开几个小瓣，对吧？你上面我不去遮瓣，因为遮的瓣不好画。我遮挡的瓣我不好画，就大家不好学。那么我们不去遮，好不好？咱们不去遮。好，第1层完成，加第2层，蘸一下这个焦茶，蘸一下三青啊，没有问题啊。蘸一下我们的紫色，补色，这是2次补色，蘸一下胭脂，加深一点。好，咱们看这儿，这个地方留一个小空，你看。给它们盖起来，你看啊，哎，
过来一下，你看，好，笔往上按一笔，是不是就翻过来了？啊，翻过来了。我看到你们交的作业了啊，对吧？翻过来，对不对？又滑出去了，辛苦了。你看，哎，过来了，是不是过来一个斑斑？继续的沾一点胭脂啊，你看，点一下，两下，盖一下，是不是又一层出来了？能够听懂的就打一，现在下面还空了个空位，你看，笔尖朝下给它顶一顶，是不是就合住了？神奇吗？对吧？把它合在一起，花心是不是被咱们给合起来了？非常好。蘸一下太白和三绿，蘸一点紫色啊，蘸一点紫色。我们管理员最近怎么老找不到人呢？我都没看管理员这两天。管理员潜水去了吗？对，要轻，要轻啊。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啊，咱们呀再加个瓣啊，你看我朝这儿加，你看斜进来，点一下，哎，一层，两层，完成啊，3瓣。你一直都在，你也在观望中吗？在观望中是吗？你看向下面你加几个小瓣啊，向下面加几个小瓣。哎呦，好，看到没有？加几个瓣瓣啊，加几个瓣瓣。你看是不是这样几个合在一起的瓣瓣就有了？下面记得添一下啊，你看给它有点合住。哎，晚上好。我没有加水，我加水肯定会给你们看到的，加水肯定会给你看到。你看是不是这样一个花瓣？练习纸上漂亮。你看是不是花瓣就都出来了？然后你看啊，这是3层加完之后，我们在下面加什么？加几个翻开的瓣瓣啊，蘸一下我们的焦茶、三青，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胭脂啊，紫色啊，蘸一下胭脂，对吧？然后你看我们呢，下面这它两面不是有空缺吗？你看啊，哎，往上盖一下，然后呢，哎，一下两下，你看又是3笔给它合着啊，又是3笔合起来，是不是？你看你这样画的是不是很大？大不大？3笔就合住了。然后整一个，把上面的花瓣画大，蘸一下，蘸一下啊，焦茶，蘸一点三青，蘸一点紫色，蘸一点胭脂。你看，把整一个小洞洞给它盖起来。你看在这儿，点一下，好立起来。你看大一点，对吧？立起来大一点。好，一个瓣，对吧？旁边这里来一下，1、2。你看是不是大花？这个很多大花瓣就被你盖住了。就是你想怎么盖都行，反正能给它合起来就行。蘸一点紫色，蘸一点这个啊，焦茶，你看，是不是一个大花瓣就出来了？朝上面的大花瓣，看见了吗？听懂打个1啊，听懂打个1，就盖起来就行了。重要就是把它盖着啊。我没有蘸水，我没有去蘸水，我每一次用完了都是泡一笔这个白颜料。我每次用完都是泡一笔白颜料的，直接泡下去就行，我不蘸水的，基本不蘸水。我水很干净，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紫色，我基本是不蘸水的啊。蘸一点胭脂，就直接搁这里边，你看，泡一下就好了，我不蘸水的。然后你看，基本不蘸水，我基本是泡着颜料的。然后你看啊，这些缺口都给它盖住，你看。这个缺口你看啊，笔尖往这你看，按一下，看见了吗？对，我不蘸水，你也可以去泡一样，对，都是一支笔，是的，你肯定，你看我这就是一支笔啊，你看，横过来一半，你看这，肯定能看出来，就是一支笔没换，看见了吗？一半一半给它盖起来，你看这儿，对不对？没有蘸水，家人们，我没有蘸水。哎呦，讲不明白了。比如说，你看我画完了，我就泡这个，直接泡进去，我不蘸水的。然后你看，
蘸一点这个，蘸了水颜色会洗掉，颜色会洗掉，洗完之后你又要重调，很麻烦的啊。对，你洗掉之后重调，颜色衔接度就不够了。你没有发现，你每一次蘸完水以后，你的花瓣的颜色就跟你上面一个花瓣颜色就不太衔接吗？发现没有？是不是？你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吗？就衔接度赶不上啦，因为你把它洗掉了呀。你看，又一个小花瓣，对，直接泡进去就行，我直接泡到里边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花瓣不都出来，我直接就泡进去，因为它会有色差，你一旦洗掉之后就有色差，衔接度非常的就很不协调，很不协调。5.2的5.2，是不是？哎，明白了啊！你看这些花瓣是不是都出现了？比较简单，比较简单啊！因为你洗完之后，它就颜色没有了，没有之后，就你想调回到一模一样状态，其实是比较难的。你想调成一模一样，人家说天上没有什么，没有两个一样的树叶，两朵一样的花，你调色也一样，你就只能调一次，第二次调的绝对是有点色差的。蘸一下这个胭脂，好，你看一下，咱们把花心儿给它盖着，怎么盖？笔尖你看，定一下，一半小小的，小小的啊，看见没有？谢谢，一半一半啊，点一下，你看，对不对？点一下，把它合在一起。对，底色比较足，然后呢，再沾一点胭脂啊。你看合在一起就行，是不是合在一起？对不对？好，继续，蘸一点焦茶，三青，蘸一点紫色，再蘸点胭脂，对吧？你看，我们顺着旁边这里啊，合过来。对吧？二宝把杯子扔地上了，还好还好，还好。然后你看，这都能听到呀。然后你看啊，整一个这个地方，你看，用这个笔给它盖住，对吧？你把这个花瓣给它盖着啊，盖在一起，把整一个都盖住以后，你看沾点胭脂，啊，你看深色胭脂，就笔尖来这么一点点，你看怎么画的？去点，你看。这样会不会？会不会去点？就这样轻轻的去点啊，听得可清楚。他把那杯子搞地上了，你看，这样会不会？把笔尖立起来去点啊，去点。这个就是教你们比较简单的啊切瓣法，难的我也不讲了。记住了没有啊？简单的啊，把这个包菜给它画出来，是不是出现了？看到没有？一个花心向内侧卷的花瓣就出来了，记住了啊！所以说我们以后在画的时候也是得这样啊，也得这样子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来找一下我们这个缺口啊，缺口很重要，来找找哪有缺口，我们记一下：缺口1、缺口2、缺口3、缺口4，是不是缺口4？下面这里呢没有缺口，我们就不加了，好吗？没有缺口咱们就不加，好不好？这有1、2、3个缺口。那么有缺口的时候咱们怎么办？还记得吗？有缺口的时候怎么办？啊，这个简单啊。对，有这个还不简单呀，那就没有了。蘸一下这个焦茶，蘸一下紫色，这个简不简单？你就合住就行啊，填空。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，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些缺口处是怎么画的啊？你看，每一个缺口给它，像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点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中间很深的花心是什么花？它没有中间很深的，一般花心都是中间比较深，那你也说它是花心呀，对不对？它有包菜那些，它都是中间都是深的呀，塔式的
里边也深的，包菜里边也是深的呀。这个回答不来的，因为你刚才也说，你说中间很深，哪个花的中间不深啊？蘸一下这个交叉，它哪个角度，对，它的花心都是这样子的。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。对，蘸一下胭脂。一大堆深色啊，这2款课程里有啊，有啊，有的。你看这个单瓣啊，你看朝这一边点按一下，你看它是不是又一个缺口了？那种你说是哪一种？生宣纸是的啊，你看咱们朝这边多留点空空，蘸一点紫色，蘸一点紫色啊，蘸一点曙红，蘸点曙红。点，你看，持续的去合瓣，把它合成一个大瓣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把它合成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我没有理解，因为你说的这个，这个黄深色的，它都是深色的，都是深色的。蘸一点我们的紫色，蘸一点胭脂，对，是加厚的。你看，笔尖向里边走，你看啊，哎，一个小瓣儿，一个小瓣儿，对不对？再蘸点胭脂啊，你看，是一大块儿，也，所以我跟你说，很多人在画的时候，他在画包菜的时候会画一大块，但是画这个塔式的时候也会画一大块，对，塔式和那个包菜它都是一大块的。你的啊，你看这个花头不就出来了吗？中间还画花蕾啊，中间怎么画花蕊？然后那肯定会有点差距的，毕竟它是2个颜色，毕竟这个赭石跟这个交叉它毕竟是2个颜色，它毕竟不是一个颜色呀。对啊，毕竟它不是一个颜色。蘸一下这个胭脂啊，你看下面这个花瓣，你看啊，咱们画的简单一点好不好？你看，点，按一下，点，推开，这样会不会笔尖顶在下面啊，就出来颜色好鲜啊？但是它颜色但是很简单，看到没有？对不对？往下面翻啊，往下面翻，这样的会翻吗？你就把这个笔往下一翻就行，再蘸点紫色，就往下一翻啊，往下一翻，然后呢，蘸点我们的紫色，蘸点我们这个胭脂啊，蘸点我们这个胭脂，继续添啊，继续添，一个瓣瓣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。点按，再来一个瓣，这样会不会？你把这个花瓣给它一层层叠起来就好了，花瓣叠起来就好了啊。是不是？然后你看啊。点一下啊，点一下，是不是下面一个花瓣就出来？这个会是吧？这个会就行，对，会就行。然后你看，蘸点我们这个交叉，蘸点交叉，蘸一点三青，蘸一点紫色，蘸点胭脂。然后你看啊，整一块花瓣都往下给它垂下来，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点按一下。对吧？用一块紫色填，再画长长的花心。其实我跟你说，用一块去填的方法，大家都会这么用，就是，也就是小写意啊，蘸一下这个，你这个我问的我没有听明白，
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胭脂，都是会用一块儿去填，但是我很少去填，我一般会切出来。你看，顺着小缝点，按一下，是不是一块一块的往下叠？这样会不会？那这个，我发现就很奇怪的啊，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啊，就很喜欢跟我去比的，但是有一些直播间的他们就很少去跟老师去比，但是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啊，就特别想跟我去比，就是我虽然年纪也不是很大吧，但是我画画的时间应该会比你们长很多，对。虽然我年纪不大，但是我画画的时间要比你们长得多了。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接触这个东西啊，所以有些是因为时间的鸿沟是没有办法跨越的，对，所以不要跟就是总是觉得啊，我要怎么样，或者你跟今天的自己、跟明天的自己、跟昨天的自己比就可以了啊，对，因为你就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比有进步就很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就是确实说实话，这条鸿沟是没有办法跨越的，而且我每天都在画，我一天也没有停下，包括现在，我白天也在画画的，而且我就是职业画画的，所以不用总是想啊，画不成他那样，不太可能，对吧？你看这一个画板就出来了啊，这个画板就出来了，对吧？然后朝下面，你看这些都是你看，都是一个花瓣的翻转啊，都是一个花瓣的翻转。你要说人比人还气死人呢，对不对 ？OK， 你看，对，大家可以交流学习就好了。你看，一个单瓣，一个单瓣，一个小单瓣，蘸一点焦茶，蘸一点焦茶，蘸一点三青。所以呢，大家你只需要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，哎，你有进步，我觉得就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地方给它加一加。对不对？下面太平了啊，谢谢你啊，我还没画完呢，没有画完，而且那个地方不是下面，你看添上去，添一个小瓣，中间还画蓝的花蕊吗？还没有画呢，对，还没有画，你看，然后蘸一点我们的焦茶，蘸一点我们的焦茶，蘸一点我们的三青，蘸一点我们的紫色。蘸一点我们的紫色，蘸一点我们的胭脂。对，其实职业画师，因为职业画师就像我们这样子的啊，就是一天到晚都在画画呀。职业画师就是工作就是画画，那肯定一天到晚都在画，要看画完，对吧？你看一个滑板啊，一个滑板，一个滑板就出来。就如果说你们也做了像我们这种职业的，就是做职业画师的话呢，那你们也一天到晚画画，画到吐，对吧？好了，这个滑板就有了啊，就往下垂就行了啊。你看这样一个滑板就有了，谢谢，可以截个图啊，截个图。这就我们画的这一款就是零基础的啊，它就是零基础，就是很简单，很好画。很好学的那一种啊，很简单，很好学，但是它不一定是好看。我就讲实话，它不一定是最好看的，啊，就它不一定是最好看的，但是它一定是入门最方便的，明白了吗？它一定是入门最方便的啊，我很诚实的。紧跟，我放个音乐啊。好，你看好了啊，谢谢。你看我在这一边啊，画一个啊，在纸的中间偏下的地方，同款一张小盒子啊，我很多这样的盒子啊，很多这样的盒子啊，不用跟啊，没事。你看，再靠边边，你看靠近边上一点，你看啊，很多的印章啊，平时乱七八糟乱丢进去，你看。
这个小单瓣你看啊，毛笔点一下，好，看到了吗？你感觉我调色调得很厚，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调色？买两支就够了，两支小号两支啊，小号两支笔即可，两支笔。有没有觉得我调色调得很厚，但是我画出来并不厚？是不是啊？是我不厚，一个单瓣啊，能够看懂你们的打意，我画慢一点。你看，好，毛笔拉过来一下啊，拉过来一下，你看，往上走，好，再来一个单瓣，你看，能看懂的啊，你看非常简单嘛，你看。笔啥型号的？是这个5号的小号，5号的小号。好，点一下，是不是看懂啦？然后你看我这个笔啊，我这个笔没有洗啊，没有洗。花蕊是6号的中号，6中啊。毛笔没有洗，你看直接给它盖起来，一个瓣，两个瓣，对不对啊？你看这儿，一个瓣。两个瓣啊，你看，是不是？这时候毛笔没洗，家人们，毛笔没有洗。哪个？我的笔啊，我的笔是5号，5号，5号，看到没有？没有洗啊，都没洗，你看，擦一擦，你看，多插几个花瓣不就好了吗？这个时候咱们再蘸一点，你看啊，这个时候我看我直接蘸的这个事儿。直接泡白啊！直接泡白，直接泡白啊！清河水上漂吗？不会，直接泡白啊！蘸一点，看我怎么调色的，交叉蘸，而且我很省颜料，你发现了吗？我这颜料从刚才挤了这么一点儿以外，我一直在调，你发现了吗？我的色一直到现在还在用我的颜色一直没有加，5号的小号，对，一直没有补色呢。是不是一直没有补色？看见了吗？一直没有补，是不是一直没有补啊？好，你看我顺的这个边边，你看啊，一下，你看盖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直没5号有啊。你看我现在屏幕上跳出来一个就是5号，向下盖一盖，向下盖一盖。是不是出现了？你看，大中小号，小号，你看是不是单瓣又出来了？你看旁边这个地方，你看加一瓣不够，你看加瓣大的一瓣，是不是？这又来个缺口，给它盖起来，你看，看见了没有，家人们？啊，是不是又来个缺口，给它都兜起来，兜得大大的，兜大大的啊，你看。对吧？多大大，小号就是同款的啊。蘸一下交叉，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你调色是需要时间的，你把色调稳了之后再去画，你不要颜色也没有调好，然后直接去画，那样其实是不太稳的，不太稳。你看花瓣是不是出来了？然后给它合着啊，你看，折一下，一半，对吧？几个小瓣儿，好的，好，几个小瓣儿，你看，点往上一按，是不是花瓣就出现了？中间给它盖一盖啊，中间盖一盖，对吧？中间盖一盖就行。卡了吗？我这网不知道咋回事，我真的疯掉了。蘸一下紫色。出去一下，进来就好。蘸一下胭脂，你看很多小单瓣啊，都给它空出来。你看在这儿啊，点一下，向里边一半、两半，折一下，对吧？折一下，给它合在一起，合在一起。好，580万是吧？你看是不是折一下就出来了？这些地方你看折一下，对吧？
花瓣给它叠起来、折起来就好了，折起来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蘸一点，再蘸一笔颜色啊，焦茶、三青，紫色多来一点。这个时候我们来画花心儿啊，画花心儿。哦，刚才有人说那个里边是深色的，就是这种花头。蘸一下我们的紫色啊，浇那个胭脂，你看这里一下、两下、一下。说的可是这个花头吗？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。是不是一个一个单瓣出来了？继续添，继续添啊，对吧？一个一个小单瓣就都出来了。好，点合着一半，是不是都合起来就行了？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啊！谢谢挑总姐姐，大家你看是不是单瓣就出来了？然后啊，刚才有人说了，他说里边一块深色的啊，一般情况下咱们都是用切的，就很少去涂啊，很少去涂，因为涂出来的不好看。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。没有随便放的，随便放的，随便放了一手啊。这个吧，你看啊，点一下，哎，你看，一下，两下啊，两下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儿，一半。对，他说那个里边是一块深色，应该是这种啊，是不是里边这一块深色的？这个地方。是不是这种就是深色的啦？你看这样一个啊，朝内的花心就有，你看，你还再切一切，对吧？包裹的就比较紧啊，调的很干净嘛，还好啊。是不是这样一个花心就出来？是不是这个深色的花心？刚刚那个问我的这个家人是不是这种啊？蘸一下白色颜料啊，白颜料。那个抠的就是比较的简单。蘸一下我们的这个会啊，蘸一下紫色。这个在课程里你们都喜欢这种啊，蘸一下紫色。他是说这个比较简单，蘸一下紫色。蘸一下胭脂啊，花头的品种都是各种各样的啊。然后来看一下，我们来找什么，家人们？找缺口，这是不是有个缺口呀？你看笔尖点一下，哎，推开一半，合一下，是不是推开一个花瓣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看点一下，盖过来一笔，是不是一个卷瓣的出来了？啊，好的，哎，好，是不是？你看一个小卷瓣，你看这个地方添一笔啊，一个小卷瓣就出来了，继续加，啊，再蘸一点我们的，再抛一笔白色，蘸一下焦茶、三青，清楚吗？还好，蘸一下紫色，能看得清就行，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点点胭脂啊，你看。我们这些旁边的花瓣，你看是不是又有个缺口啊？你看缺口这个地方你点一下啊，你看，哎，比上来一半、两半、三瓣，是不是三瓣这个花心就出来了？再蘸点胭脂，你看顺着这个缺口处点一下，好，是不是又有一个空缺的一个花瓣就出来了？你持续的去加叠瓣就行。持续性的去加叠瓣啊，一层层的去加就很美。记住了吗？每一个缺口处你都要加什么，家人们？每一个小缺口你都得加上，每一个小缺口都弄笔尖吗？没关系啊，不影响，我就是泡进去的。因为我的颜色基本就调的比较薄，我一次性画完的。哎，可转可不转，其实每天都有人问这个问题啊。可转可不转没关系的，
你要是喜欢转，你看你像我这样，你看我不转也可以。你喜欢转你就转，你不喜欢转你就不转啊，这个因人而异，好吧？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我是不是就没转呀？对不对？看你自己喽。你要是想转你就转了，这个是大家自由呀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就是因为有的人喜欢转，有的人他不爱转，不乐意转，他觉得转了怎么样呢？很多各有各的说辞。这个呢就是大家的啊，你喜欢转就转了，对不对？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胭脂啊，老师也这么觉得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觉得只要是漂亮的东西，大家都会接受的啊。转的均匀呢，我这不转的不是也很均匀吗？我这不转的也很均匀啊。其实我们有时候设想一下，就是有时候大家设想一下，咱们古代的人他会去转吗？古代的人他拿这个毛笔作为一种这种书写的工具啊，很尊重的，他怎么会去转笔呢？蘸一下交叉，你要这样去想，要追根溯源的。蘸一下我们的紫色，像很多转笔是比较适合我们初学者，让大家去接受，更多的去接受啊。所以老师们就很多老师都会使用转笔的方式啊，让大家很好的接受。你看很多的小侧把，很多小侧把，你看笔尖，你看点一半，好啊，基本就可以了啊，基本就可以了。然后把一些大花瓣补上，你看蘸很多的交叉，三青啊，蘸一点我们的紫色，谢谢大家对老师的支持，蘸一点紫色，蘸一点我们的胭脂，啊，你看我顺着这个边边，你看我点一下啊，点一下，你看哎，一个瓣，两个瓣啊出来了，继续添啊，你看啊，再添一个瓣，盖起来给它，哎，一半一半给它盖住啊，给它你看延伸出来啊，把花瓣层层的去延伸啊，层层去延伸。就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花头比较适合你们来画，它是比较适合你们来画的，知道吧？适合大家啊，零基础的家人们啊，来是非常适合画这种花头。前面生的是胭脂啊，胭脂，对吧？点一点点，你看这个地方，一层啊，一层，点一下啊，你看，现在是画作品啊，对吧？谢谢啊，你看是不是一个花瓣就出来了？好了，剩下就要偷懒阶段了啊，偷懒阶段了。这是一个偷懒阶段，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胭脂啊，偷懒阶段开始。你看啊，这个地方点，你看圆一笔啊，圆一笔，看见没有？轻轻的偷懒一半，交叉三青紫色啊。来到我们的偷懒阶段啊，就是你使劲的加瓣、叠瓣、蘸一下胭脂。你看怎么偷懒啊？你看，点按一下，一瓣，点按一下，两瓣，是不是可以偷懒？对，是的。3号的小笔，点，你看偷个懒呗，咱们我不想画了，好累呀，是不是？那偷个懒。啊，华成丁说没关系啊，对，今天晚上的花头在课程里，是的。蘸一下我们的紫色，蘸一下胭脂，他喜欢这个配色啦。好的呢，那我们明天再画这种也行，你看，对吧？一半一半的这个啊，这个小花瓣就给它叠出来。是不是一半一半的小花瓣？你看就都叠出来，使劲偷懒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
多放点我们的焦茶，放点我们的三青，放一点点紫色，多来一点，颜色可加深几瓣，谢谢，加深几瓣，蘸几瓣胭脂啊，这样好看，喜欢就好。你看，再蘸一点胭脂啊，你看咱们顺着这个边边上呀，你看点加深一半，哎，这个地方其实你只要一层层往下压就行了，知道吧？对吧？这个时候你的花瓣就是一层层往下压就行了啊。对吧？层层下压就好啊，别的不重要，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下盖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一层往下盖啊，你看，就一层层往下盖，别的不用管啊，你看，然后把上面这个地方来一个大瓣给它合起来啊，来一个大花瓣给它合住，蘸一下这个焦茶，蘸一下三青，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胭脂啊，你看这个地方咱们来个大瓣啊，你看点一下。对吧？来个大花瓣啊，给它盖起来，谢谢大家对老师支持，是不是？来一个比较大的花瓣啊。好，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你看点，填个空，把空给它盖住，对吧？把这个小空给它盖起来啊，小空给它使劲的盖，往上。这个问水墨画呀，你就有点太那个了。水墨画是小朋友们，就是我们少儿创意美术里边对国画的定义，就叫水墨画。对，国画它是用以水破色，以墨破色。你说的水墨呢，是以墨破，就是以墨破色的一种画法，它比较适合我们小朋友啊。对，那种少儿画、少儿创作，我们就叫水墨画。然后也是一般大家对国画的统称啊，不管山水这些都是水墨画的，所以大家就叫它水墨画。其实每一个国画它有自己的系列啊，系列。好，你看小单瓣出来了啊。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啊，他拿这个，比如说水彩，然后呢也跟大家说啊，这个叫写意等等。写意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。那么我们中国人啊，他不会用水彩去画的，他毕竟是西方的东西，然后我们这个国画，它一定是用就比如说国画水墨啊、国画颜料等等这些去表达啊，然后画在宣纸上，这是最基本的，不是说你画一个花卉什么的，用水粉、水彩去表达，它也叫小写意，这就是误导。不对的啊，因为这种东西都是我们中国的东西啊，传统文化，拿个水粉画也叫小写意，那不是搞笑吗？我就很讨厌这种行为。OK， 这个就叫写意，叫小写意，就是国画的一个系列，叫小写意的。OK， 截个图吧，这个花头画好了。截个图啊，截个图，画都画好了。适合加金墨，初学者适合使用金墨，啊。对，又有只猫咪啊，对，猫仔，哦，你这个颜料啊？对，截个图吧，截个图，江头打个1啊，江头打个1。我们画2个花头，美得很啊，画2个花头，是吗？我们画2个花头，这边再画一个好不好？哎。我们再画一个，要不要再画一个呀？因为我叶子比较少，所以我花头可以画多一点，再画一个吧。我画在这一边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又来了，来晚了，没事，我再画一个。要的话可以给我点支持啊，谢谢大家。要啊，好的呀。金墨可以防止你水印的很厉害。啊，二宝画上不是，那太小了，露脸。二宝在这儿呢。二宝，不开心，这不是二宝吗？二宝在那儿。这个是课程里的二宝，4尺整张的作品啊，4尺整幅的课程，
对，喜欢的话，如果你喜欢画这张作品的，在课程里边，就是喜欢这一张的，这一整张啊，那一整张，你喜欢那一整张可以去看课程，里面有绣球、皇冠、太阳形的花头，还有这个青铜鼎的、玻璃瓶鱼缸的等等啊。不屑的眼神，他天天都是这样，他每天都这样。好了，我要画这个，你去下面好不好？我抱一下，去下面吧。你在这我画不了，好了，去那。好，我们画到这边，画这儿，画一个小花头，小花头。毛笔泡一笔白颜料，继续画。等，给阿宝点赞，晕倒，捣乱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焦茶，蘸一下三青。男孩，三青。你看我现在紫色我多放一点。哎，好，我看到了。对，多蘸一点紫色，我们这个紫色咱们多蘸一些，好不好啊？在底色里边加到底色里边，一滴就够，一滴就够。啊，没短的，蘸一下紫色，多蘸一点紫色啊，多放一点，比较深。好，蘸一点胭脂，欢迎我蒋小姐姐，蘸一点胭脂。好，你看我们这个花头啊，你看好了，很多人画画的直接会从这个地方画，其实不一定的。你把这个画的位置确定好啊，大概画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啊，你看给它斜一点啊，侧过来一点，对吧？这个色太美了，呵呵，你看给它侧过来啊，半侧。你看我这个包菜怎么画的啊？你看，点一下往上按，颜色是不是变深啦？点一下，好，再往上按，你看，推，对吧？推出来，是不是这花瓣就拧吧就拧出来了？是不是蘸一点紫色啊？一笔就画出了一个花瓣，对不对？蘸一点紫色，咱们继续添。你看这个地方的花瓣，你看啊，合一下，是不是？对，拧吧就拧出来了。然后你看这个花瓣，那么剩下咱们就给它这样，你看给它折起来，你看。把洞给它填起来呗，填洞你会填吗，家人们？你看，一层一层的去填，对吧？拧吧就，哎，出现了花头，哎，画好了，对不对？蘸一下啊，我们这个啊胭脂来一点点，你看下面不还有洞吗？盖去，你看，对吧？一层一层的去盖啊，你看这个地方给它压一把，啊，一层去压几个把。你们觉得这个花瓣是什么造型的？对吧？往里边叠一叠啊，叠一叠。是不是？你看这个小花瓣是不是就托起来了？是不是托起来了？自由体，蘸一下焦茶，蘸一下我们的麻花，对，拟麻花，对，就很把它给卷在一起，好美的虫。我们家人们那个场控姐姐就是给大家滚动一下颜色，半开的吗？对，是的，蘸一下我们的紫色，啊，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胭脂啊。只要你有毛笔，你能给它躺下就行。你看啊，点一下。只要你有毛笔啊，你何愁画不好，对不对？你看再蘸点胭脂啊，你看啊，像这笔尖点抠一笔一下，对吧？一层一层就出来了，出来第一层。
这一款也是很多人他们最常用的一种，最常画的那一种啊，那种小包菜啊，小包菜就是那个有人说的花心儿里边填的黑乎乎的那个啊，就最常见的一种小包菜。你看，点一下，回一下，花瓣是不是抠出来了？没有没有，谢谢，是不是抠一下就出现了？对吧？小单瓣给它叠出来，这也是一样，你看，就带出来啊，在这里腌制，你看，这一翻，你看花心儿就不就有了吗？里边一个小花心儿，看见了吗？小花心啊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有点乱，那没事，你看给它盖一盖不就好了吗？盖起来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多盖一点，你看是不是？折一折就好了。你看一个小花心就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继续添，继续添啊！你看毛笔搁这儿，你看，哎，往上一盖，对吧？一层层往上叠起来，花瓣不就出来了吗？轻一点，分出一半，对吧？分出几个小瓣，对吧？一个小花头，一层层的给它分出来，对吧？一层一层的啊，质感就有了。不客气啊，你看，然后呢，我们啊顺着它啊，顺着它蘸一下我们的啊，蘸一下我们的焦茶、三青，蘸一点紫色，蘸一点胭脂啊，蘸一点胭脂啊，胭脂。对，是煎好，不是羊毫笔，是煎好笔啊。你看这个单瓣，你看我朝这走一半，哎，你看啊，哎，往下一拉啊，拉出一个小瓣啊，拉出一个小瓣。这个用笔就比较简单，我直接是侧锋拉出一个卷瓣啊，拉出一个卷瓣，蘸点胭脂。你看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哎，点，留一个空，看到没有？毛笔留点空啊，留点小空空。你看，一半两半，简单吗？你把空空填起来，不就万事大吉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把小空一填，哎，啥事儿没有啊？小空一填，啥事儿没有。好，继续添，蘸点紫色，多来点儿。你看旁边这，你看咱再添一下，你看，哎，对吧？对，缺口填空，是的，聪明。蘸一点，你看所有的缺口给它填起来，它不就完整了吗？你看啊，点一下，哎，过来一半，对吧？过来一半，你看，是有花瓣就越来越多了，是否你的花瓣就越来越多嘞？对不对？你看你的花瓣造型，要造型有造型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旁边你看啊，对吧？加一个大花瓣，这不就有了吗？这个花头，然后朝上面盖一个小小瓣，210个完成，谢谢。蘸一下紫色，蘸一下胭脂啊，继续添，对吧？朝上面添几个瓣，完成。你看，OK，花头完成了，可以截个图啊，截个图，是一个包裹起来的花头啊，截一个图，它是一层层向里边含在一起的，包裹在一起的，含住的，包裹在一起的花头啊。喜欢的话给主播点点一，打个赞。
截个图，截吧，截完图打个1，拉高一点截吧，对，我拉高一点，OK， 我把它拿开截个图，然后画叶子，我的叶子一般比较简单哦，对，一般叶子比较简单，对，叶子是比较简单，比较好画的嘞。截个图打个1，蘸一下焦茶，蘸一下紫色，然后老规矩啊，画几个小花苞啊，画几个小花苞。我没画完呢，别着急，还没画完，再画一个小花苞啊。你看我花苞画到这儿，咋画的？你看啊，看这儿，画这个角落里对齐，你看这儿，笔尖点一下，按推开，啊，笔尖朝上点，朝下推，咱们昨天教过的。是不是啊？笔尖往上顶啊，往上顶，这个地方也是一样。啊，往上顶，你看你这个小花苞，是不是这样子就折上去了？别着急，继续的，继续添。你看，顺着这个地方点一下，你的花苞就往上卷起来了。是往上卷，那个小花苞，你看啊，点一下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小花苞一折啊，完事儿。折起的一个小瓣啊，折起一个小瓣。你画花苞也要画的灵动可爱一点哦，对吧？画花苞也要画的灵动可爱，不然就不美喽。对吧？你看那个小花苞，它是含在里边。中国话很神奇啊，它既可以去写意，也可以去具象，这就是我们国画的神奇之处。它的，你看这个笔很好用，你看啊，你看，就是你看毛笔，你看点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国画里边穿插是什么？是写，你看到没有？是写字的写，你看，它一定是穿插的什么写意，你不写怎么会有意呢？它是去写的，写出来的这个每一个花瓣啊。完成啊，一个小单瓣。所以说咱们国画它就是这样子，很神奇，对吧？你看一个小单瓣就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去画叶子，好不好？画一下小叶子啊，可以看一下花苞细节。对，它是往上挑的花苞细节。那截个图就行啊，很灵活用的这个。截个图打个1，截个图打个1啊。对，截一个图打一个1，很好。然后我们画叶子了，叶子比较少。那一般情况下，你的这个枝干和叶子都从上往下画。就是我的叶子是比较的少的，不多啊，不多，很好。我的叶子基本比较少，不多的啊。同款的课程呢，就是在这个链接里边啊，OK。然后我蘸一下这个大毛笔，有支大毛笔呢，大笔去哪里了？哦吼，我大笔呢？我在这儿。今天这个出锋是7厘米的，我换了一支笔，这是出锋7厘米的。是一直更新的，永久更新。蘸一下藤黄。因为我刚刚看了有好多人在问嘛，
对，我刚看有人在问我，所以我说，有需要的话，我就给大家开一个团就行，开团可以优惠一点啊。蘸一下我们的三绿，开团可以优惠一丢丢。看藤黄和三绿，还有花青啊，花青，藤黄、三绿加花青。然后呢，蘸点胭脂啊，蘸一点胭脂。花吗？花稍等，我们再滚屏，稍等一下啊，滚屏，再滚动屏幕，一会儿就看啊。好，看一下，对，我们是一直更新下去的。里边呢有大尺幅的，大的那种，4尺的也有啊，小的呢就是这种小的三开的，然后大的就是那种4尺整张，然后孔雀啊，红腹锦鸡啊，那个小猫呀、什么的，藤黄加上三青，再蘸一点我们的花青，来一点点，好了，再蘸一点点胭脂，一点点的胭脂，好，刮干一点，刮干一点啊，刮干一点。好，请看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，一般什么，它都是从下往上画，你看这啊，笔尖点侧锋，看见没有？笔尖走一个小侧锋上去是吧？都是画牡丹的吗？你这个里面有荷花、紫藤，里边有荷花和紫藤，还有大尺幅的，我只能这样说啊。里边有荷花，还有紫藤，还有小鸟等配景，不是全部都是牡丹啊，还有红腹锦鸡啊，这些配景都有，还有紫藤的荷花这些都有啊。好，蘸一下，你看这个叶子，我们还有毛毛，对，往下走，往下走啊，你看。点勾一下，你看点呲啦下来啊，你看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花就出现了啊，花苞就出现了，小小的对不对？然后你看啊，搁这儿1、2，折一个下来，折一个下来，对不对？咱们折一个下，对，瓷瓶、青铜，对，是的，青铜鼎，对，还有玻璃瓶啊，都有。你看，往里边折，往里边折下来一个小花苞。你看下面这个地方点，出来一个小花萼啊，出来一个小小的花萼，顺着它，用笔尖的胭脂啊去点啊。你看1、2、1、2、3、4，折进来啊，折进来，这样能理解吗？折进来的，折进来，它是一个向内折的吧，向内折的吧。然后呢，你看其他的继续，你看在这儿点出去，出来一个小瓣啊，小瓣去衬托，你看这个，衬托几个比较绿的小瓣瓣啊。好，藤黄再蘸点胭脂，继续蘸胭脂，你看这些边缘上，你看哎可以挑上去，对吧？折几个小枝啊，折几个小枝。藤黄啊，蘸花青，蘸点多放点胭脂。你看折几个比较小的啥叶子在这儿，一个，对吧？折几个小叶在这一边，小点的啊，你看小叶给它盖起来，是不是就出现了？你看小点的小叶啊，你看。从这翻过来一个，哎，到这儿，翻几个小叶子啊，小叶片，你看给它折过去到这边就行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你看我们开始往下面画了啊，因为我的叶子不是很多，对，我画的叶子一般都比较少，不多啊。然后你看这个旁边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再加一点这个，超级喜欢是吧？好的。蘸一点这个花青啊，蘸一点花青，就是多蘸一点花青啊，笔多蘸一点点花青。然后呢，我蘸点墨水啊，蘸点墨水。好，然后你看啊。下面这个地方，你看点，哎，拉长一半啊，拉出一个小叶儿，
哎，出去，回来，对吧？牡丹这个叶子啊，它是什么三叉九顶的啊？你看，它是一个三叉九顶的啊，这个叶啊，三叉九顶的叶子。好，继续的，我们呢朝下面啊再翻这几个吧啊，持续的多蘸点花青啊，颜色深一点，因为这个紫花瓣它有点偏这个白的，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啊，你看，时光有戏吧？不知道哎，你看下面这个叶子，你看啊，笔尖儿你看毛笔呈侧拉的状态。对吧？毛笔呈一种侧拉状态啊，去表达侧拉的状态。好，蘸一点花青，蘸一点墨水，你看，再看，你看啊，哎，一片，你看它一点毛笔尖一弹，它弹出来就是什么状态？笔尖一弹，弹出来的这个就是一个尖尖啊，你看，再看一遍，看见了吗？一弹一扫，你看。一弹出来的啊，就是叶子不用加金墨啊，叶子不加金墨，不用，叶子你就直接花青，蘸点水，蘸点墨就行，叶子就直接花青，蘸点墨，蘸点水就行。然后你看啊，注意叶子是需要组合的，需要组合啊，蝶子头，哪有蝶子头？你看这啊，啥叫蝶子头？你看点，哎，你看下来，看到没有？笔尖，看见了吗？看到没有？就一点一挑，一点一挑就出来了啊！是不是这个小叶儿？你看见没有？一点一挑，一点一挑，而且这个叶子非常的干净，非常干净啊！就一点挑，就是笔完了一按就出现了，非常的快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见没有？那再来，你看。就是笔一按马上提起来，一按马上提起来。这款叶子呢也是很适合我们零基础的家人们啊，也是很适合你们去画的。就你按一下就挑，按一下就挑，不要过分的停留那个地方太长时间。就笔按下去马上提起来，对，弹性很好啊。对你是的，蘸下胭脂，一按一挑，对。掌状三裂，是的，是这么理解。然后你看，整一个花头的构图啊，你要取得好看一点啊。你可以像我这样斜着走，也可以这样折过来，都可以。那我看看怎么长会好看一点啊。好，这样会比较漂亮。我看看这样，你看，点一下，你看1、2、3。啊，折下来啊，折下来，对吧？你看顺到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哎，出去一个枝，快速一扫，牡丹的枝都是这个样子的啊。你看出来之后咋办？到这去了，到那儿去了，我们提一下啊，提一下，到那个地方咱们提一提。你看剩下这个地方啊，都一样。到这儿，1、2、3。是吧？叶子折下来啊，叶子折下来，看到没有？对吧？你看，把这个叶子啊，给它朝一边折。啥是金墨？链接1就是金墨啊，链接1就是金墨啊，对吧？链接1就是金墨，看到了吗？它就会折下来啊，折下来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藤黄、3绿啊，随便蘸一点就行。蘸点胭脂啊，蘸点胭脂。你看，它很明显这一段已经这么下来了，就是这么折下来的，折到这儿。然后呢，为了让你的这个整一个啊有点变形，有点变化，你看它下来可以往这儿走，一下，仙气飘飘是吧？就是让你的整一个啊造型会比较好看。下来折到这边。好，
就折一小段，在那个底色里边，在你的底色里边啊，你看这一段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的整一个底色里边给它折进去这一段啊，因为它是横过去的，横过去的。然后我们来出一下我们的老干，老干呢，就家人们，我是用赭石去打底色，因为你使用了赭石作为打底色之后，它不会阴开啊。那你好好的学就能画那么好了啊。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赭石以后，它就不会阴开。来教你们个技巧，首先笔蘸赭石加花青，笔蘸赭石加花青，看见了没有？笔蘸赭石加花青。然后呢，蘸墨水蘸得很深很深，看见了吗？蘸墨水蘸得很深。然后你拿出一张纸巾去吸什么呀？吸掉它的所有的水分。它的毛笔就是这样子，开裂的，开干的，是不是开裂开干？看见了吗？你看，就这样子啊。然后你拿一张纸巾，你看放在这里啊，去揉一下，好，就变成这样子了。对不对？就变成这样比较干，好，就成这种比较干的状态啊。很多家人们枝干画不来的，你看过来了啊。枝干你画不来的，画不好的，你看过来。你看，笔尖搁这儿，你看，看见了没有？学会了吗？非常适合啊，你们这初学者。然后你看用完之后，在这个地方点一下，去停顿停顿，你看，是不是枝干的老干就出来了？学会了吗？然后你看啊，因为我这个纸有点弯，对吧？调整一下，这个枝干的老枝干就折出来了。对，我教你们就是这个老枝干该怎么折啊，该怎么折，对吧？剩下你看，对，很好用吧这个技法。是不是超好用？这个枝干学会了吗？老枝干很好用啊，就是推荐给大家这么使用啊，很好用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就出来了。超好用的啊，老干画法，对不对？学会了吗？学会的就给主播打个1，支持一下啊！分享干货，我一般都是好蘸一点花青，你看这个笔更长，这7厘米的啊，7厘米的大毛笔啊，用来画叶子，7厘米的大笔用来画叶子啊。这是7厘米的大笔啊，你看超大号7厘米的，蘸一下墨。用7厘米的大毛笔来表达，反正就，你看，从这一边啊，你看点，啊一笔啊，大毛笔啊，它水分比较足啊，你看，大毛笔就是笔有点可怜啊，大毛笔水分比较足，它也比较好用，大毛笔水分比较足，然后呢，它的一个弹性就比较好，知道吧？大毛笔有大毛笔的好处，它的弹性非常好。就是小笔呢，它有小笔的好处啊，适合初学者使用。大笔的弹性会更好，大笔的弹性会更好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啊，你看，添下来一片，对吧？大笔的弹性其实会比那个啥好很多，而且它可以一直使用，就是这个水，你看可以重复着，因为它的蓄水量比较多。你看，因为我们大毛笔的蓄水量非常的多，所以它你看会比小毛笔要好用很多啊，小毛笔会好用很多。蘸一下我们的铜黄，蘸一点花青啊，蘸一点花青。所以你们也可以使用大毛笔的啊。我记得我有时候画大作品就用7厘米的，比较快。你看这个地方，
对吧？这个笔给它，你看有爆发力，给它，你看放出去，对吧？积木还有啥好用？就是画花瓣的时候你很好用，就是画花瓣的时候很好用啊，就是这个花青，沾一点淡墨，对吧？你看上面这些缺口处给它都盖一盖。啊，你看，花期儿体亮，是的，你看这样整一幅作品我们就完成了啊。然后呢，下面你看可以再添一点小瓣儿，一半儿。所以我有时候更喜欢什么？你看，有没有觉得大笔其实更好画？发现了没有？大笔其实更好画的。藤黄沾点胭脂啊。要是我就喜欢画大笔，上面的花苞呢在那儿呢。对，其实大笔它更好画一点啊。大笔的控制力会相对来说比我们小笔好可控一点。谢谢。对吧？大笔的，对，大笔更爽，用起来。花心儿包包，哦，你是说花心儿没画是吧？对，我一会儿画上。蘸一点藤黄，蘸一点胭脂。这个地方呢，画点小叶啊。对吧？穿插一些小的叶子，你看它这些地方都可以穿插，对吧？穿插一些小小的叶，这样呢，作品就完成了。我们来画一下花心儿。花心儿我就用的是黄色，藤黄加太白，藤黄蘸的加太白。藤黄加太白啊，谢谢。藤黄加太白用来调我们这个，对，藤黄叶子是对啊，纯花青啊，纯花青。商品管理。妈呀，我这个流量太恐怖了，我得赶紧下播，快没流量了。好，对，然后你看我用，对我的开团已经帮大家设置好了，大家自己去看就行啊。然后我来画这个，这个叫花蕊啊，花蕊。首先白色加上我们的藤黄。白色，对，白色加藤黄。你看我拿个大笔，其实大笔也能画，不一定都得用小笔啊，大笔也能画。然后刮干，笔尖稍微大一点，然后要拉丝儿啊，拉丝儿。是的，你看这边啊，你看1、2啊，这个蕊就比较好点啊，因为这种蕊它是立起来的，你看。对吧？往上立着啊，一个小蕊，继续朝下面啊，再画几个小花蕊。好，继续的，就是这个朝下面啊，这几个小蕊啊，继续添。1、2、3、4，咱们这个课程的前面几节都是零基础的，你不要觉得啊前面很枯燥啊，太简单了。别这么想啊，前面是为了给我们后面的花去奠定基础的，家人们啊，我是去奠定基础的，你不要觉得啊前面那个那么简单，怎么样，别啊，就是咱们包括很多在帮老师做直播的家人们，他们
为什么可以画得好，都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。对，都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。一定要好的好的，一定要稳打稳进。如果说你过程中就是不是很稳的话，后面叠那种重瓣的时候其实很累，因为你不懂呀，你会觉得为什么要那么画？哦天哪，画不来了，完蛋了。这个老师给大家讲的是实话。对吧？对，你选择稳打稳进，我也是希望大家都是稳打稳进的。毕竟镜花水月的东西啊，它是虚无缥缈的，那是一瞬间，昙花一现一下就过去了，最后真正需要拿出来东西的时候拿不出来，明白了吗？就其实说什么，你看我们包括孔雀这些画法，我都有更新，因为很简单。小猫、孔雀、草虫特别的简单，都在里边都有啊，都其实很简单，都是最简单的东西。但是最难的就是什么？我们的笔触，花头的笔触是最难的。所以说你们呢，就是一定要把这些掌握好啊。你画什么不好画？哎，就是你把这个，你把这个画好，你画什么不好画？你自己说吧。画什么都好画，哎。你把这个搞好了，你画什么都好画。谢谢。大家其实可以去想，有没有感觉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有没有感觉我这个花蕊像在画菊花？发现了吗？有没有觉得这花蕊挺像菊花的？像不像小菊花？那你截个图，稍等一下啊。题款有吗？题款有一节专门的课，有一节课里边讲了一部分的题款。当然，如果你们有需要啊，我们可以再更新一节题款的课，也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就是你们需要提哪些内容，可以帮忙收集一下的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帮忙收集一点内容，谢谢你们啊。因为我一个人想的内容，毕竟一个人的脑袋很有限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帮忙一起收集内容，那么咱们呢就可以把这个款题这节课上得更好一点，好吧？一起收集内容，就是你比如说你想提你喜欢的，他想提他喜欢的，然后我们收集的多一点，哎，放在一个内容里边，漂亮吧？不停的在跟我们聊天是吗？挺好的。那个蓝心姐，其实你来我直播间也挺久了，你觉得每天你开心吗？就来我直播间你开心吗？这个是叶脉啊，叶脉的落笔要旋肘落笔啊，旋肘落笔。哪几个色？稍等一下好吗？一会儿给您共享一下。不行啊，我觉得你开心就好了。来我直播间的每个家人啊，我觉得你们开心就好。OK， 截个图吧。我明天去画一只蝴蝶在上面，今晚上太晚了，蝴蝶不画了。